觐见。学生穆卓华见过陛下。平身。不错，你年纪轻轻，心性极稳，朕还以为你会当场哭出来。未到山穷水尽之时，不可轻言放弃；便到走投无路之际，也应笑对生死。哦，这便是你答卷上的“尽人事，以听天命”。陛下明鉴。寥寥数字，说尽了人道，也说破了天道，不错。你年纪不大，却有如此境界，着实不易。谢陛下夸赞。但你今日殿试犯了大错，误了试卷。虽然临危不乱，还交了4句，但恐难以服众，所以朕就再给你个机会，你用无为而治来注解养鞭策给朕听。是，陛下。无为而无不为，顺治则天下大治。解边关之忧，因势利导，民心所向，则事无有不成；藏利于民，则披万幸，则民无有不忠；广开教化，人心思一，则国无有不宁；臣无有不义，民无有不忠，四海皆可归一。以上便是学生所想。善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打仗便能四海归一？打还是要打的，教化大兴，国富民强，这才好打胜仗。教化他们是为了不打仗，打仗是为了让他们坐下来好好听话。你呀，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去。他这一关过得倒着实漂亮。陛下，是否召下一位考生殿前对答？不必了，朕心里有数。眼帝，陛下，你意下如何？恭喜陛下得见诸多难臣。昭明24年殿试，一甲第1名沈惊鸿，次进士及第。一甲第2名孙云谦，次进士及第。一甲第3名穆卓华，次进士及第。穆卓华，还不赶紧谢恩！
全是探花。陛下，赐宴宣政殿。恭喜诸位新科进士。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怎么走到这儿来？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在挖花？不是，小人这是在移栽。为什么？王爷，您看，这公主赏我这花盆实在是太贵重了，小人要把它好好的收起来。您知道吗？就这花盆，能卖上百两呢。但是意义特殊，小人也不敢卖，更不敢把它随随便便的就放在院子里面，万一被人偷去了怎么办？所以啊，小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把这牡丹花移栽到我这个土陶花盆里面，然后再把公主赏我的这个花盆好好的珍藏起来。王爷，这么晚您过来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儿？本王想问你，今日簪花诗会，你惯会耍小聪明，是不是该给本王一个交代啊？王爷，小人正想好好感激您呢。好好说。哎，王爷，您慢点啊。哎，王爷，小心小心。小人承认，今日是小人故意误导他们，让他们以为那首诗是王爷您做的。但是我没想到，王爷您居然这么配合啊，还故意泼了杯茶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这才让小人侥幸得了头名。你是怪本王过分配合了？王爷，您平时嘴上总是说不帮小人，可实际上呢，您最是嘴硬心软，人美心善，小人感激得不得了呢。果然是没跟错主子。哎，本王帮忙并非是无偿的。啊，今日泼了那杯茶，脏了一身衣服，本王这身衣服还要100多两。100？要不，你把这花盆赔给本王吧。王爷，您看，要不然我把这花赔给您吧。哎，这种品种的牡丹花，少说也要上百两一朵呢。如此富丽堂皇的人间富贵花，最配王爷这样尊贵的身份了。啊，王爷，把花收下吧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今日这头名可有一大半功劳都是王爷的。说到底，小人也就是沾了您的光，所以这彩头咱们俩一人一半，最是吉利。后日便是殿试了，你还有心情在此，
养花移草。公主的花盆，王爷的玉佩，小人都要定的。对于后日的殿试，小人还是有些许把握的。王爷，您这是买了盆花？这是别人送的。不是吧？这竟然有人给王爷送花！王爷，太后查墨，没有疑点。幸亏王爷神机妙算，早早派飞鹰小队去江南，抹去了木舟花改机的痕迹。居里，我们把考栏再检查一遍吧。啊，小姐，明天是殿试，不让带东西。哦，对，殿试不让带东西。哎，那衣服呢？明天要穿的衣服呢？把衣服再查一遍。衣服，我都检查5遍了。哦，小姐，检查好了呀。你是不是紧张啊？啊？什么？紧张？对，我是有些紧张。小姐，来，你跟我来。啊。三姨娘，小姐每天都在听您的话，每天都在读书，每天都读到很晚，十分的刻苦。求您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小姐，明天的殿试顺顺利利，金榜题名。阿娘，女儿一直谨记您的教导，10多年以来，始终勤学不辍。女儿有幸，终于等来了重开女子恩科的皇榜。明天，我终于要参加殿试了。您在天之灵，一定会为女儿骄傲的吧？阿娘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考上的。您就等着女儿回来跟您报喜吧。殿试开始，众考生入场。今年考题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，这考题考的有一半是才华，另一半却是揣摩上意的本事。陛下登基24年，多施仁政，休养生息。如此看来，很多人会压在无为之上。无为，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有为。
还剩半张纸，2颗珠，能写什么呢？时运不济啊，看来是最后一名了。估计是看到了父皇，心里慌了，这才打翻在砚台。父皇仁慈，应该不会追究他的过失。不是的，砚台是莫名其妙自己翻倒的，我分明没有碰到。是谁要害我？我又得罪了谁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在读书呢，穆小七可真是个书呆子。喂，等等我，这东西是我的。怎么了？还在为白天的事情不高兴啊？不用去管他们说什么啊。可是阿娘，他们说我是书呆子。他们懂什么呀？孩子，你要记住了，女人也要多读书，也要有自己的追求。就算被锁在这闺阁里，也不能做一只任人摆布的金丝雀。你一定要记住阿娘说的话。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，记住了吗，孩子？看书吧。姐妹们都去抢那些珠宝首饰，抢烟粉绸缎，我都不要。我只要数不清的书，想要片刻的安静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再给我一盏不会熄灭的灯，让我可以在夜里看书写字。还有半张纸呢，以前那么难，我都没想过放弃，更何况现在是走到了这里。他怎么还继续写？直接放弃得了。就半张纸了，也写不了几句话。困兽之斗罢了。殿前师仪，满场考生中的独一份儿。沈公子好，如此品格，考中会试第17名，当真是侥幸。说的是啊，他这17名掉了下来，那咱们的名次不就能上升了吗？如此看来，倒也是幸事一桩啊。对对，之后有再继续作答吗？不用担心，虽然发生了点意外，但若是用心答题，我想陛下也不会怪责。我觉得自己答得挺好的。面对这意外之祸，还能保持如此心境，不愧是你。接下来进入第2轮会试，众考生殿外等候，与陛下殿前对答。宣沈君鸿觐见。
学生穆卓华见过陛下。平身。不错，你年纪轻轻，心性极稳，朕还以为你会当场哭出来。未到山穷水尽之时，不可轻言放弃；便到走投无路之际，也应笑对生死。哦，这便是你答卷上的“尽人事，以听天命”。陛下明鉴。寥寥数字，说尽了人道，也说破了天道，不错。你年纪不大，却有如此境界，着实不易。谢陛下夸赞。但你今日殿试犯了大错，误了试卷。虽然临危不乱，还交了4句，但恐难以服众，所以朕就再给你个机会，你用无为而治来注解养鞭策给朕听。是，陛下。无为而无不为，顺治则天下大治。解边关之忧，因势利导，民心所向，则事无有不成。藏利于民，则披万幸，则民无有不忠。广开教化，人心思一，则国无有不宁。臣无有不义，民无有不忠，四海皆可归一。以上便是学生所想。善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打仗便能四海归一？打还是要打的，教化大兴，国富民强，这才好打胜仗。教化他们是为了不打仗，打仗是为了让他们坐下来好好听话。你呀，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去。他这一关过得倒着实漂亮。陛下，是否召下一位考生殿前对答？不必了，朕心里有数。眼帝，陛下，你意下如何？恭喜陛下得见诸多难臣。昭明24年殿试，1甲第1名沈惊鸿，次进士及第。1甲第2名孙云谦，次进士及第。1甲第3名穆卓华，次进士及第。穆卓华，还不赶紧谢恩？探花，我居然是探花！陛下赐宴宣政殿，恭喜诸位新科进士。陛下。
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诸位都是南陈的未来公主，日后便当时时以国为先，事事以民为本。尔等谨遵陛下教导。诸位，朕敬大家一杯。父皇，太医说过不让您喝酒。这酒，便让儿臣带您喝吧。也好。谢陛下隆恩，恭祝陛下长乐未央，祝南陈和兴海晏。沈爱卿，陛下，沈爱卿还未成家吧？朕的公主柔嘉钟灵毓秀，骥若扶倾，只是为了替已故的未婚夫婿薛孝堂守节，这才耽误至今。状元郎，你看，他可配得上你啊？父皇，且不说状元郎小我几岁，他早已放言，不成一品，断不娶妻。他既志存高远，又怎会甘愿当一个无权的驸马呢？沈惊鸿，不成一品，断不娶妻。如今在公主面前，你还是这般想？回陛下，婚姻之事不过是锦上添花。承蒙陛下隆恩，得中状元，必将鞠躬尽瘁，为陛下，为南陈百姓，略尽绵薄之力。也罢，今日倒是朕乱点鸳鸯谱了。柔嘉，日后你若看中哪家儿郎，告知于朕，朕定让你风光大嫁。沈兄，你是不是真的爱慕柔嘉公主啊？公主仁心仁德，世人倾慕本就是常事。只不过，倾慕跟嫁娶，毕竟是两回事。难道你不倾慕公主吗？倾慕。沈兄说的对，我也倾慕公主。二位元兄，请同喜啊，同喜。沈兄，我有个问题，想跟你探讨一二。你说。你说，你不寻是非，但是非自来寻你。
又该如何自处啊？那便找到他，解决他。明白。大殿之中，不可能无风自动。这砚台绝不会是自己倒的。只有离我近的人才能做到。木探花，定王殿下，琼林宴方才散了，你可是要出宫？正是。夜深了，怕出宫晚了会迷路。正好本王也要出宫回府。随我来。啊？哦。还未来得及恭喜你呢。也要恭喜王爷呢。喜从何来？有了我这么一个得力助手，难道不值得庆祝吗？你何时成为本王的助手了？不过，今天这事确实凶险万分。你能转危为机，确实也是胆识过人呢。我要是不中的话，那大殿下定是喜闻乐见了。琛儿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二殿下和三殿下呢？他们与你不熟，你中与不中，与他们自然也没有关系。这么看来，电视上打翻我砚台的人，正是定王殿下。是我。王爷不看小人，是不是心里并不坦然？今日殿试的时候，如果小人心智不坚，别说是进皇城赴宴了，恐怕就是犯了大不敬，要终身禁考了。宦海沉浮，女子为官尤为不易。今天故意打翻你的砚台，是想试一下你的心性。如果你连这点难关都过不了，这点难关，此事对王爷来讲是轻如鸿毛，对小人来说却是重比泰山。小人身为女子，自知女子科举之难，千难万险走科举之路，所求的不过只有自由二字。书外有青天，天高任鸟飞，小人就是要求这条路啊！王爷因为小人是女子，就强行加试，这难道就是当初您提起要重开女子恩科时要给我们的公平吗？
王爷，小人就是觉得心里委屈，您也不必如此。是我错了。王爷，您是说，以后我都会像这明灯照着一样，前路一片坦途？恰恰相反，你以后的路，怕是没那么好走。本王所求，早已令周身都危机重重。初时见你可疑，方才连番的试探，怎能想到，却将你牵扯到旧事当中。我已命人将你改级科考一事抹去了痕迹，你不必再为此事忧心了。之后，你大可远离我这个是非漩涡，只要谨言慎行，持身守正，你的官途应是安稳无虞。若是你仍想投在我的门下，我也一定会全力护你周全。只是你也应有所感，此路并非青云梯，而是廖峭壁。这玉佩便是你高中的贺礼，全当它是护身符，希望能佑你平安。这玉佩，难道还跟王爷上过战场？这可太珍贵了。不管走上了哪条路，就你今日这份心性，也一定会逆流而上，一览群山。小人谨记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陛下给你封官了吗？居丽，我得跟你说件事儿。我今日把定王殿下给骂了。啊？骂了？那小姐你怎么还安然回来啊？你是来见居丽最后一面的。完了，小姐你放心。你要出事了，居里绝不独活。只见直播在外面呢，去找天王大战300回合。好了，逗你玩的。定王殿下要是真的怪罪我，你小姐我还能活着回来吗？稍等去吧。
小姐，你是说王爷他承认打翻砚台是不对的，他还跟你道歉了？是啊，他跟我道歉的时候，我都吓傻了。他那么尊贵的人，居然就那样弯腰跟我道歉。是挺难以想象的。他不仅给你道歉，还拿这个玉佩做贺礼。不过小姐，这玉佩也不怎么值钱吧？王爷也太小气了。居丽，这可是定王殿下礼贤下士的证明，这是无价之宝。啊！哎呀，都不用等我开口，他就帮我把改集之事彻底摆平了。他人可真好，跟一般的权贵完全不一样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王爷仇人多，身边也危险。哎，小姐，你还要继续抱王爷这条大腿吗？以前是身不由己，如今他让我做选择，是远离他呢，还是投入他的门下？但是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选了。这很难选吗？当初你投靠定王殿下是为了保命，如今当然是保命要紧了。也对啊，保命要紧。哎，对了，北城的房子找的怎么样了？找着了啊！陆大娘说了，朱雀街旁边那一家就可以租了，旁边还都是一些老太医的住所。但就是房子太大，租金有点贵。多少钱啊？1个月得15贯呢。他们怎么不去抢钱呢？是贵了些，但15贯也得出。阿娘记忆中的房子，应该就是在北城附近。居烈，咱不嫌贵。我要帮阿娘查清身世，不能让她一直做无根的浮萍。钱没关系的，我会想办法。傅卓华，延州人士，昭明24年衣甲探花，受翰林院正七品编修，主者施行，至可。多谢陛下隆恩。恭喜穆编修，这里是全套官服，请您2日后着官服前往翰林院点卯。多谢公公，您收下。这，那咱家有事就先告辞了。居烈，这粥还是稀了些，孩子们都在长身体，多加些米才行。公主，最近米价上涨，定京济善堂刚开不久，不管是米粮还是银钱，都有些吃紧。本宫回宫后得了不少赏赐，先拿来用了。是。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沈大人怕是不会再来济善堂了，毕竟您当众拒婚了。沈先生，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呀？惊鸿一瞥，这不是您的名字吗？惊鸿一瞥呢，也是一个成语，它是讲美好的人或事物，虽然只是短暂的出现，但是也可以让人过目不忘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懂了吗？懂了。
找了半天，原来我们的状元郎在这儿啊！赶快来领旨。圣旨到。沈金鸿，怀州人士，昭明24年1甲状元，受翰林院正6品编纂，主者施行。昭明24年3月5日，至可。谢陛下圣恩。本宫呢，是特意来恭喜你取得头名的。可在你家等了半天，居然没有等到你。没想到，你竟然躲到皇姐这里来了。还请大殿下恕罪。本宫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辰儿莫要责怪沈状元，他近日常到祭善堂帮忙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皇姐还是那么心善。哎，这祭善堂，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，尽管来找我。那皇姐要谢过琛儿了。皇姐大可不必跟我这么客气。本来本宫还想为你庆贺一场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你好像还没有忙完。多谢大殿下的美意，不过在下答应了那些孩子，还有一堂课要上。哎呦，无妨，那我们就晚些再聚。皇姐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替本宫送一下大殿下。是。你随本宫来。好。你得中状元是天大的喜事儿，本宫有卷明县制政录，送你当做贺礼。宦海沉浮，切记任重道远，莫要中途辍足。记住了。大皇子如此看重你，你该以仕途为重，尽心的辅佐他。以后不要再为其他的事情花费精力了。为官本就应为百姓效力，而下官今日所做之事，同是为百姓谋福祉。小姐，行李都打包好了。朱雀街的房子实在太贵了，交完这些房租，咱们就没什么余钱了。放心吧，你们家小姐我啊，一定会努力赚钱的，不会让你饿肚子。咱们都不能饿肚子。没错，咱们都不能饿肚子。哎，对了，居里，这些药材一会儿帮我都包好。分别去送给陆大娘、宋姐姐他们。等咱搬到朱雀街，离花巷可就有些距离了，以后来往起来不像现在这么方便。这些常用药留给他们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。
小姐，咱们的新家真好啊。比花巷那里大了好多好多呀。就是房租真的贵，能买好多个酱肘子了。但是为了三姨娘，再贵也值。如今功名有了，房子也做好了，等过几日休沐，咱们就要正式开始去找阿娘曾经住过的院子了。等查清阿娘的身世，我再当了大官，俸禄也会涨不少。到时候你想吃多少猪肘子，就给你买多少。小姐你真好。哎，小姐，那你想吃什么？你怎么满脑子净想着吃啊？能吃是福，就是今晚的菜还是咸了点儿。好，下次给你做淡点。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我还要去翰林院报道呢。这么快就睡着了，真是个猪丫头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能将自己的命运交于他人手中。我要自己走这条路。谁啊？没人。听闻你与那位女探花走得很近啊。女子科举出仕不易，孙女又欣赏其才华，所以就想多帮帮她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呀，总是这般良善。你才跟他认识几天呀？怕是连他出生何地都不知道吧？在我年幼的时候，还受过公主的教导呢。那真是太有缘了。是在江南吗？公主，您记起来了？只是听你的口音，应该是江南怀州一带人。我是延州人。这个孙女倒是知道，她出生江南延州，年纪轻轻便中了举人，可见才华过人。哼，好了，你在一家身边伺候了好一会儿，怕是累了，回去吧。那皇祖母，您好好歇着。太后，裴兰已经监视穆卓华许多天了，并无异样。除了什么？搬了出新居。毕竟刚刚升了官，住在花巷确实也不太合适，离当差的地方近一点也是情有可原。若无异样，便不需要在此女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是。裴兰明白。
起床啦。怎么样？小姐，你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昨天又是打扫房间，又是搬家，你都不累啊？不累，今日可是我第一次点卯，要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这个新的开始。咱们翰林院呢，除了修书撰史之外，还负责起草诏书。别看咱们翰林院的人品阶不高，可这里皆是培养处相之地呀。诸位眼下看到的就是修书撰史的地方，也是诸位以后办公之所地。啊，这工作看似简单，可里头的学问大着呢。哦，孙大人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如果诸位有什么不懂之处，皆可来问我。多谢前辈。承让，走，里边请。走。咱们翰林院还是第一次有女子为官呢。那是你的位置，这边就是穆编修的位置。你瞧瞧啊，这官服穿在她身上，不伦不类的。这女子呀，就应该纤巧温婉啊，那才招人疼。难道你还想让她涂脂抹粉，花枝招展的过来吗？哎，那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说她一个女子能干什么呀？最后不还是要嫁人生子啊？还不如打扮一番，让我们养养眼。我看行。如此说来，那在下觉得男子宜家宜室，也适合在家相妻教子。那诸位不如回家洗洗手做羹汤，岂不美哉？而且前辈怎知古人人的人和妇人之仁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呢？如果依二位所言，这人固有一死，那二位还何必要做这个官呢？不如买一口棺材躺进去不就完了？哎呀，不愧是荆轲状元和探花呀，皆是卓尔不群之人。说得好。那孙编修也别忘了，还有你这位荆轲榜眼呢。哎，过奖过奖。又在大放厥词了，父皇竟然要让这样的人给本宫讲学。参见大殿下。本宫作为荆轲主考，为诸位才子做最后一件事。本宫此刻前来，是为了下达陛下口谕。着沈惊鸿、孙云谦、穆卓华，不日到知行斋开课讲学。谢陛下隆恩。都起来吧。这几年都是老翰林为我等讲学，今年是父皇改了规矩，尔等可千万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片厚望。微臣领旨。这院内院外种的都是翠柏，唯独就这一株丹桂，真是不伦不类。大殿下，下官觉得这株丹桂长得挺好的，风骨不输苍松翠柏。穆编修就不怕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吗？原来下官跟大殿下所见略同，下官也觉得这丹桂当真是木秀于林呢。穆编修还真是能言善辩啊！
殿下所言极是。好，那本宫就等着看看，木边修究竟有多少的真才实学。恭送大殿下。哎呀，这如今得这机缘，要给皇子讲课，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成了皇妃了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想当女人了。你。依我看啊，这院子里唯一一株丹桂，定会长成凌云木。谢谢神兄，我也相信，有志者事竟成，苦心者天不负。说得好。你们准备为3位皇子授课，打算讲些什么呀？讲什么呢？我讲地理吧。地理？木边修还真是博学啊。沈兄说笑了，通古博今，我可比不上2位。但是我读的书比较杂，我去跟皇子们讲一讲这天下的风土人情，希望皇子们能喜欢。哎呀，这3位啊，是一个比一个难办。金虎兄，届时你得替我们做好前锋哦。木边修都没有紧张害怕，你在这担心什么？也是啊。孙兄、沈兄，你们说，若干年以后，咱们能不能也像这凌云木一样顶天立地，撑起宣政殿的半边天啊？我想，一定可以。此生得遂凌云志，不负江河万古流。只要给我沈某10年，不，只需5年，定要让这南辰朝堂变一个模样。哎呀，我呢就没有金鸿兄这般高远的志向，只想管好工部这摊事儿，修卷城池，善弃瞩目，叫天下百姓再无离散之患。孙兄、沈兄，那咱们今日就以这丹桂为证，5年以后，咱们3个人也一定要立身朝堂，闯出个名堂来。好，好。少姐，你在画什么呀？这是地图。过几日我们3甲就要去给3位皇子讲学了。这沈惊鸿是大皇子的人，孙云谦是另外2位皇子的表兄，只有我。势单力薄呀，小姐。不过呀，你们家小姐我都已经逃婚成功，科举取士，并且取得了定王殿下的信任。这每一道关那么难都能闯过来，难道还会怕去给3位皇子讲学吗？哎，对了，居里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让你准备一些礼物吗？都准备好了吗？明天休沐，咱们该帮阿娘找找她以前的家了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小姐，咱们明天一早就能出发。好，明天一早就去。小姐，你确定这样能找到？我记得小时候阿娘跟我说过。阿娘，你喜欢杏花？阿娘不喜欢杏花。阿娘小时候啊，也是一年春天，杏花开满了枝头，花瓣啊落到了池塘里，阿娘就去拾杏花，跳进了池塘里，插
差一点点淹死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阿娘就记不得了。杏树和池塘。对，这条街如果都是老太医的话，那咱们就找找看吧。嗯，走，从这家开始。来了来了，你好，两位姑娘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刚搬过来的，住在17号小院，特意想来拜访一下街上的邻居。啊，居里哦，这是我们准备的一点小心意，还请您笑纳。哎呦，你们也太客气了，赶紧进来吧。好，谢谢。打个招呼就好，还送礼物。我们这儿啊，常有人搬进搬出的。像你们这么讲礼数的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。您家的杏树开的可真好，在这朱雀街啊，就属我家的杏花开得最好了。大姐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在朱雀街上栽杏树的人家还不少吗？杏林春满，以前啊，太医院的太医们都喜欢在院中栽杏树。哦，那这街上有不少太医啊。以前有，现在都没有了。30多年前，这有几个太医遭了大祸，其他太医忌讳，就都搬走了。遭了大祸？是啊，听说没能救下宫里的贵人，被抄家了，连家眷也都没入贱籍了。哦。找了一天，整条街这么看下来，很多家都有杏树，就是没有一家有池塘的。就剩隔壁这家了，街上的人都不知它的主人是谁，也没见有人来住过。但是这么大个院子，应该有池塘吧？哦，小姐，你是想说……哎，居里，帮我搬个梯子来。哦，好。小姐，你要梯子干嘛呀？我要过去看看，快去。那小姐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应该是有池塘的人家。来了，小姐，小姐，来。这样就安全了。傻丫头，我这是去拜访邻居，又不是闯龙潭虎穴，至于吗？以防万一，谁知道里头是不是藏着只大老虎呢？真有大老虎的话，你点个痣就管用了。这大老虎吃人还看皮相呢。快去帮我搬梯子。快去。小姐，上吧。居里，你在家等我啊！小姐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后脑勺怎么长得这么熟悉啊？直墨，给我披上披风。直墨，此人是定王殿下。直墨，把披风拿来。跑吧！不行不行，他要是转头看怎么办？不管了，赌一把。
穆卓华，怎么又是你？王爷，王爷，下官只是好奇，看隔壁没人，想过来看看，没想到，居然是王爷的宅子。王爷，您披风掉了，我给您捡起来。居然这么巧！这兴许是缘分。穆卓华，你的脚步出卖了你。王爷，下官并非有意隐瞒。王爷，您仁慈心善，就饶了下官吧。下官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怎么办？王爷要干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他凑巧就在这里呢？我还没想好如何选择，怎么又自投罗网了呀？随本王来。啊？杏树，知道了，外祖的宅子就是这儿。照你的意思是，你就住在这隔壁？下官也觉得这件事巧得很。是巧得很啊！你一个翰林院的编修，翰林院离朱雀街还远得很，你为何选择住在这儿啊？王爷，那是因为朱雀街的房租便宜。王爷，像您这样尊贵之人，哪里会知道我们这样漂泊之人的不易呢？浮云寺那天，本王刚给了你500两，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完了，看来庄穷过不去了，只能另想办法。王爷，下官是因为爱慕王爷，偏偏王爷又不理人，这才偷偷跟了来，就是为了能一解相思之情。住在隔壁也是为了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想着可以时时见上王爷一面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王爷，那日回城的路上，下官不是突感风寒吗？王爷这一路上都是亲自悉心照料，从未有人对下官如此之好，所以下官便对您动了情。但是下官自知身份低微，不敢高攀，所以就想着，只要能默默地守在王爷身边就好。下官如今只凭着后脑勺就能认出您了，这可见对王爷您是情深见笃。看不出来，你倒还是一个情种。王爷，为了您，做什么都值得。而且下官之所以如此胆大，那也是王爷您勾引下官在先。本王何时勾引过你啊？王爷，您要是不喜欢下官，为何那一路上会亲自照顾？您的身份如此尊贵，为何不假以他人之手？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如此体贴周到，那必然是心存喜爱。
还有，下官赢得的这牡丹花，王爷您要什么名花没有？因为花赠有情人。王爷要不是心里喜爱下官，为什么非要把下官的花给要走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说本王送你的玉佩，还成了定情信物了？王爷，您这是承认你喜欢下官了吗？你既然说钟情于我，那之前你不知道该选哪条路，现在该有答案了吧？王爷，这是两码事儿，两码事儿。王爷这般盯着我，不会是看出我在撒谎了吧？别动手啊！我是真的没有想好。这是什么？王爷，这一个姑娘家出门在外不容易，想遮掩一下，这个叫克夫痣。王爷，您现在不生气了吧？本王若是生气了，你当如何？还生气的话，那下官就再想想办法，哄哄您。好吧，本王不怪罪你了。多谢王爷恩典。地上凉，快起来吧。是。那就不打扰王爷休息了，下官先走了。王爷，该喝药了。王爷，他刚才说爱慕您，肯定是在湖州。前2日，他给整条朱雀街和朱雀后街都送了礼，尤其是朱雀后街，基本上每一户他都上门拜访。他这个人无利不起早，若是没有图谋，不会这么殷勤。他这样挨家挨户拜访，是在找什么呢？你觉得他是在找什么？从他之前的行踪可以知道，他并不知晓他母亲的真实身份。他也跟您说过，一心想让他母亲魂归故里。难道他的外祖父是傅盛如？傅盛如的独女，当年的确是被没入了贱籍。这倒与他口中所形容他母亲的经历对得上。若不是母妃难产而死，给了幕后之人可乘之机，他母亲也不至于沦落风尘，他或许能过得更好些。王爷，这穆卓华满口胡言，就算他与幕后之人没有关系，肯定也没安什么好心。您为何不公开他的身份？刚好可以引蛇出洞。大丈夫行事，自当磊落。属下知错。那傅盛如的事，要告诉他吗？告诉他的话，也不一定是件好事。今日之后，他应该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之间，你说
世人为何惜花？因为美，因为生动。生动向上，永远向阳。这是我这种一直于死水浮沉、形同朽木的人十分向往的。这……哎呀，小姐，稍微忍着点哈。对了，小姐，你夜闯定王宅邸，他没生气吗？生气倒是没有，但我觉得他肯定不相信我编的理由。那你编的什么理由啊？我说我爱慕他。啊，小姐，你还调戏定王殿下？这怎么能叫调戏呢？这分明是保命。万一定王殿下说我图谋不轨、深夜窥探，一刀把我砍了怎么办？小姐，你别吓我。没事没事。所以你家小姐我啊，机智。我就说，我爱慕他，让他无处发作。哦，那就行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那个隔壁到底是不是3姨娘？曲丽，咱们要想好好活着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埋在肚子里。定王殿下他不想我牵扯到这些事情里面啊，千万别忘了。对，我就是咬死了，我爱慕他，就是爱慕。小姐，这边还有点要涂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菊丽，你明日得帮我找件衣服，能盖住这个伤。明日我还要去跟同僚聚会呢。爱恨人忘不